正在摁计算器的是地地道道的九江人关东全，人称东哥。67、75、今日割咗，估計有16,000斤到啦。多斤啊 ？O 唔 OK 啊 ？A 貨，認住光頭佬啊！應該養咗咁多年魚，今年係差唔多最好嘅一年㗎啦，算大豐收。東哥專業養魚33年，高中畢業後就決定做這行，但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。開機耕種尋死路啊嘛！洪阿媽借咗2、3萬蚊，我開始起家嘅。其實養魚揾唔到快錢，只有唔夠一步一個腳印。800年前，南海九江是桑基魚塘的發源地之一。由於養蠶的經濟效益下降，這個產業已經逐漸消失了。隨着養魚事業越來越順，東哥開始着手自己的另一個夢想。呢度係桑膶，桑膶咧一般呢少少，留翻俾我哋自己食嘅。咁呢啲桑葉咧就要嚟餵蠶嘅。東哥從小在桑基魚塘邊長大，對其中的一道美味很是眷念。當然，更重要的是復現養蠶體驗，喚起人們對這種傳統生態模式的記憶。得啦，多得滯啦，佢一係你攞去可以啦。桑咧就用嚟餵蠶，蠶食咗啲桑咧，留低啲蠶屎咧要嚟餵魚。啲魚食咗之後排出嚟嘅排泄物就做肥料，形成咗一個毫無污染嘅生態鏈出嚟，所以就叫做桑基魚塘。進入5齡期的蠶寶寶會瘋狂進食，為吐絲儲備營養。1週後，蠶寶寶的身體會變得透明，排的蠶沙比之前大1圈，還能看到沒有消化徑的桑葉顆粒，這就意味着它準備吐絲結繭了。準備結繭之前咧就唔食桑乜滯嘅，靚嗰啲蠶咧就有浸油嘅，發光嘅。嗱，呢個轉晒白蠟色啦，嗱，呢個又熟啦，嗱，放咗落去，等佢結繭啦，嗱。在繭內，幼蟲逐漸發育成胖乎乎的蛹，身體結構發生顯著變化。這時，一道獨特的風味也漸漸形成。蠶蛹富含蛋白質，緊實的肉質帶着奇妙的堅果香味，是老饕眼裡的好菜。今晚掌勺的是妻子阿爽，主打花旦是自己養的足身蠶蛹，下火桑葉，辟腥的紫蘇，提味的蘿蔔乾和增香的小辣椒已提前備好。想讓蠶蛹更香，有個小訣竅，就是先小火把蠶蛹的水分煎乾備用，然後重啟熱鍋，下配料爆香，再倒入之前的蠶蛹，猛火急炒，鮮香氣就立即被勾出來了。蠶蛹的金黃焦香，表皮香酥，內裡鮮嫩，搭配甘甜的蘿蔔乾和清新的紫蘇，鹹甜中帶有絲絲微辣，正好下飯。蠶寶寶愛吃桑葉，老廣也喜歡，而且吃得比蠶寶寶更刁，只取剛長出來的桑芽部分。一陣用皮蛋、瘦肉咁滾嘅咋，起鑊咯。不過對老廣而言，最愛的還是用上湯灼熟。桑葉焯水去澀味後，撈起瀝乾，放入皮蛋和適量清水，滾2、3分鐘就能開吃。桑葉的草木清氣比枸杞葉濃郁一點，入口細軟。靚女，今日大豐收啊！捉咗2條鱸魚翻嚟加餸。可唔可以咧？清蒸啊？哦，清蒸啊，咁我去搞掂佢先嚇。好。在九江，加州爐的吃法不下20種，但阿爽最喜歡的還是原條清蒸。出鍋時再淋上一勺蒸魚豉油，這是對鱸魚的最高禮遇。細個嘅，打條刀。今天的晚餐有特殊的意義，因為還有3天就迎來九江鎮的大喜事。東哥特地把兄弟們叫到家裡開動員會。老廣講究一頭，東哥叫了生魚片，
讨个口彩。捞的同时一定要说句吉祥话。嚟啊，碟啖餸啊，好靚啊啖餸啊，好好先啦。飲波飲醒酒啊，越嚟越多好朋友，係咪啊？养鱼是东哥的经济基础，复现桑基鱼塘是个人理想，而划龙舟就是身为一个九江人的精神追求了。九江的龙舟赛与众不同，它不在端午，在国庆。大赛在即，起龙是第一步。东哥和兄弟们在鞭炮声中齐心协力，唤醒了300多年的老龙船。以前裝船咧，呢啲釘咧就入咗好深嘅，即係喺裏邊嘅。但係而家咧嗱，全部突晒出嚟。幾百年嘅老龍，呢就歲月流嘅痕跡啦。为了划龙舟的传统能代代传承，东哥觉得孩子们从小就该上船体验。在九江，国庆龙舟节的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春节，被当地人戏称“九江老过年”。一艘艘五彩缤纷的龙船在河道中招摇巡游。各隊注意，預備！一声号令，龙舟箭一样飙出。东哥在船尾掌舵，根据兄弟们的加速，控制着龙舟的航向。随着最后一桨落下，团队失之毫厘，取得了季军。激烈的比拼暂时告一段落，但打气的龙船饭才刚刚开始。不服输的东哥决定来年再战。现在为美食与兄弟不可辜负，象征龙欢凤醉的九江醉翁鸡，寓意红红火火的烧肉拼盘，道道皆是一头菜。盛夏7月，又到了一种神奇果实收获的季节，一颗颗挂满枝头，摇摇欲坠。人们走在路上，经常会收获从天而降的惊喜。哇，真好多啊！未经处理的人面果清脆欲滴，上面的小雀斑是阳光亲吻的印记，但吃起来酸涩无比。当果浆在口腔炸开，酸味四窜，令人直打寒战。在乳白色的果肉下，竟藏着一张人脸。这不安分的长相，让这种果子喜提“人面果”的称号，而在四会当地，则被亲切地唤作“银人”。从小在石寨村长大的王秀群，对制作人面果很有心得。阿嬸獎人年獎喎，我會10斤咯。自制的涼果和果醬很受歡迎，村民們都會前來預定。人面果樹易種難收，10棵樹裡能有1棵結果就算不錯了。從種下到收穫，起碼要等上10年，但只要掛了果，就基本能年年有果。今年後院種了13年的果樹終於開始結果，丈夫和女兒趕緊摘下第1道果，嘗嘗頭啖先。夠未啊你 OK， 好快啦我哋。新鮮的人面果自帶清香，用刀輕輕拍碎，加入食鹽醃製10分鐘，用純淨水清洗乾淨後，加入食醋、白砂糖、香菜、小米椒拌匀，酸甜辣香交织在一起。
一道消暑开胃的夏日限定美食就大功告成了。媽，我整好咯喎，攞啲俾你試下，嚟啦，你試下睇味道如何？加轉頭落去，我哋更好食。哦，係喎，冇諗到。好，咁我再加啲蒜頭落去。石寨村早在500多年前就開始種植人面果，有着人面果之鄉的美譽。如今村裡有118棵古樹，最老的一棵高齡500歲，身高21米，掛果可達500多公斤。自家色味偏重的頭稻果遠遠達不到群姐的要求，於是她把目光放到了100年古樹的果子上。但村里規定，只有在拍賣會上中標，才能採摘古樹的人面果。而家開始投標。村長話音剛落，競拍的村民爭相出價。300，仲有冇人睇啊？成交。村里的人面果獵人黃師傅最終中標了。中標後的黃師傅立刻宣誓領地，他拿上竹筐和自製的竹鈎，像蜘蛛俠一樣靈活地穿梭在茂密的枝葉間。因為日照充沛，樹頂的果子更壯碩，黃師傅得避開脆弱的枝幹，找到着力點，繼續往上爬。採摘時勾住人面果的動作要小心，否則一掉到地上，果子碎裂就賣不出好價錢了。16、17歲就銀鏈啦，人工摘佢就唔裂咧。如果係剝落嚟嘅爛嘅咧，裂咧。而家邊度有年輕人想啊？呢啲果樹又高又難摘啊！落銀鏈啦！深知群姐的急性子，估摸着數量差不多，黃師傅立即撥通了電話。你過去攞銀鏈喎，我摘銀鏈翻嚟喎。哦，好啊，摘好啦，唔該你嚇。OK， 咁我轉頭過嚟啊。7人才能合抱的人面古樹根深葉茂，所產的人面果酸中透甜，回甘快，餘味格外悠長。揀啲靚嘅俾我啊！係，揀啊揀。我哋要買幾多斤喎？有咁多買咁多咯。精挑細選到中意的人面果，群姐心滿意足，準備開始製作她的拿手果品。脆弱的果肉讓人面果的存儲變成了一場與時間的賽跑。在廣東，最常見的製作方式就是做涼果和醃製成醬。石寨村很多人家都會做人面果，群姐打算讓女兒也學一學。果子清洗過後，加入石灰水，這樣人面果的澀味就會被褪去，果皮也變得柔軟細膩。媽，咁呢啲銀面浸灰水要浸幾日啊？浸2天時間就可以啦。哦，好。時間一到就得進行清洗，不然會影響涼果的口感。浸泡過後的人面果褪去了稚嫩的青色，變成了黃褐色。白醋和醬油是醃製人面果的黃金搭檔，和醋按1:1的分量放入瓶中，確保醋香能滲透果肉，鎖住果香。再加入適量的白砂糖後封罐，最少3天里程。用醬油醃製的話，也是同樣的做法。好，得啦，2、3日可以食得啦，玲。好嘢。醃製好的糖醋人面果，表面折射誘人的光澤，酸的鮮明，甜的清爽。而深褐色的醬油人面果，口感也絕不單調，果香與醬香激烈碰撞，鹹味打底，幾種口味通透淋漓，令人暑熱頓消。為了留住這應季的鮮，群姐決定讓家人最愛的人面果燜鴨限時返場。選120天的麻鴨，切塊後與薑蒜一同翻炒，直至鴨皮炒成金黃色，就加入蠔油調味。蓋上鍋蓋燜10分鐘，
让鸭肉在锅中沉浸吸收调料的精华。煮銀鏈煮鴨，夏天可以燒滯，大人細佬都中意食。锅盖一掀，香气四溢，人面果带着腌制后的香甜，最后入锅，大火爆炒收汁，鸭肉饱吸人面果独有的酸甜味儿，带着奇异酸香直冲天灵盖儿，痛快。今晚群姐还准备了一道隐藏美食——秘制人面果酱。她挑选了脆嫩的人面果，拍碎去核备用。拆開佢揀好啲核之後，就要剁肉就得啦。熱鍋中，豬肉的油潤、紫蘇的清新與辣椒的熱烈釋放出誘人的香氣。緊接着，人面果躍身入鍋，等果皮炒得微微皺起時，加入面豉醬。可以上碟啦，好香甜啊！俾啲入邊試下。好啊，好啊。本來味道豐潤的人面果，在面豉醬的加持下，多了2份醇厚柔和，令到豬肉香而不膩。哎，銀鏈醬嚟啦，開飯啦！食飯咯！好，食飯。我撈飯最正，最開胃。哇！梗係煮嘅銀入比以前都好好多喎，真係。俾啲俾入邊試下。哎呀，係咪好食啊？小孫子嘗到人生第一口人面果的味道，酸得直皺眉頭。在天倫之樂的時光裡，平日寡言的群姐展露出溫柔的一面，酸中帶甜，色後回甘，千番過後，剩下的都是好日子。在南嶺山脈的深處，油林古寨響起歡樂的鼓聲。農曆10月16是連南瑤族最隆重的節日盤王節。房丽英随着游行的队伍移动，心里却惦记着接下来的活动。作为村里有名的姚家厨娘，每场节日聚餐都能看到英姐忙碌的身影。每逢重大节日，姚家人就会聚在一起制作白瓷。相当于跟北方包饺子一样，这个是之前就一直传下来的。白瓷以当地特产的白糯米为原料，得提前1晚浸米。第2天一早蒸熟后，糯米饭的香气袅袅升起。炸不炸？米饭蒸到能轻易捏烂时，就能开冲了。我们这个糍粑是，男的就在那里捶打，我们女的就在这里自己捏这个糍粑，我们是分工的。等糯米饭被冲打成黏软糊状，巧手的瑶女便开始定型，将它分成一个个鸭蛋大小的糯米团子。坚硬的毛竹表面光滑，是天然的防粘神器。我们一般这样直接做出来就吃了。做好的白瓷配上红糖水一起吃，是姚家人的最爱。柔软韧滑，不粘牙，不糊口，满满米香。入厨13年，英姐想结合传统食材和创意烹饪，为连南瑶族设计一些代表菜。好啊，英你的过节。这些是我们369的时候才会有拿出来的赶期。过节的话，我们有些阿咪呀，他们就会把鸡带出来，换点钱回去过节。我買啦。我買㗎啦。
打米哎，很仔仔。瑶鸡是瑶族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。我一张呢。这个鸡冠就是我们瑶族的一个特征。平时我们自己瑶族自养的鸡就会带有这个鸡冠花，啊，跟小帽子一样。兄弟啊，在顶路上哦，một cái chân này ấy. Ghi 3 lên chân này哦。不过说到今晚桌上最隆重的硬菜，那得是卤水猪头肉。英姐秘制的卤水，除了常规的草果、八角、桂皮等香料外，还特别加入了瑶家独有的香草，令卤水增添了一份野气。这个盘王节呢，也是我们瑶族的丰收节，所以呢，就是想做一个标志性的菜，就是最起码人家来到我们这里，你吃什么呀？啊，可以试一下我们瑶族的这个猪头。卤水猪头肉想要入味儿，卤制时间一定要够。差不多了啊，我们一般都是卤3个小时的啊。今天呢是过节呢，老人家怕他咬不动，我就卤多了，差不多5个小时。哎呀，哇，好大力哦！哎呀。卤好的猪头肉切成薄片，肉的软糯和皮的弹韧完美融合，淋上秘制酱汁，肥瘦相间的部分透着诱人的光泽，肥而不腻，卤水的味道咸香适口。不同于最常见的白切，茶叶焖瑶鸡是英姐最近研发的新菜式。他选用的是瑶家大叶红茶，待鸡肉炒到表面金黄，再加入红茶一起慢炖。鸡肉的鲜味与红茶的香气充分融合，嚼劲十足。而瑶家双酿也是节日里必不可少的。剁碎的现摘瑶菜带着清爽鲜明的葱香被酿入鲜笋中。以前我们只是用那个糯米粉跟这个菜，现在我们就杀猪了，有猪肉，我们就是放点肉进去，将双酿一个个排好放进锅中，小火慢煎，等外表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。竹笋之鲜，豆腐之滑，就不用多说了。土猪肉馅儿嚼起来格外多汁爽口，其中又渗出点点瑶菜清香，感觉就像有春风拂过舌尖儿。哦，哎，说，对，有冇冇？哎呀，什么脸了？英姐也没想到，自己改良的瑶家菜大家都很喜欢，忙碌后心里格外舒坦，痛快的吃，大碗的装，让英姐的嘴角弯起来就没垂下过。鼓声响起，篝火明亮，瑶家人载歌载舞，乐声悠扬。他们的汗水滴在土地上，而土地报之以五谷丰登，许他们一个明亮的未来。